我觉得我们两个的问题完全不是异地恋的问题，你太自私了，你付出的太少了，没有作为一个男人的担当。我经过了反思，意识到自己的很多问题上面做得非常的不好。我给了你多少次机会呢？要改早就改掉了，现在让我如何相信你？你才是对我最好的，我希望可以挽回你，也希望你能够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女生一直认为男生是自私的，可是为什么他们的恋情还能坚持到今天呢？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汪29岁，来自安徽，是一名销售；女嘉宾小曾23岁，来自湖南，是一名服务员。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主持人好。一个安徽，一个湖南，怎么认识的？我们是通过 QQ 认识的，从网上。那会儿特别流行偷菜嘛，然后从那个 QQ 达人上啊加了很多就是说很多友人，然后那会儿跟他聊得特别好，就见面了。见面之后也感觉也挺对胃口的，所以那会儿我俩就在一起了。但是他之前真的对我挺好的啦，不会像他现在这样自私自利。他老是说我自私，我只是有一些细节方面做的确实有点不到位，但是我有感觉你觉得有点委屈。他不会去顾虑我的感受。你像那会儿的话，就是说他生日，他12月30号生日嘛，又跨年的，我觉得这挺好的日子，我挺想给他一个惊喜的。然后我跑过去。坐的跑到哪儿去？跑到上海，我坐的、他在上海。对，我抢。那你在哪儿当时？那会儿我在长沙上大学了，我还坐的就是说小火车、绿皮车，坐了14个小时。到那边之后，我跟打电话，你说你在跟客户开会了，那我说可以，那我等你一下吧。你过来了，可是你心情并不是很愿意，也并不是很高兴。我有的时候你应该体谅，也确实有点累。那你有考虑过我，就是说一个女生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很孤立的一个感觉吗？没有朋友，没有任何人。我上火车了。我的朋友都会问，哎，你上火车了，你自己要注意点，你也不会跟我发一个信息问一下好吗？每次我都跟你说了，叫你回去之后给我打一个电话，这我也有说过。这个基本属于比较冷，就对人比较冷。对，所以他就是自私自利，而且他永远在为他的这个自私去找借口。后来他回他自己家乡了嘛，就是就会从长沙转到了那个安徽，也是坐火车。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让你心寒的吗？那你像情人节呢？我跟他说，情人节这么好日子，你过来见一下我呗。因为我那会儿就是说情人节我有。本身也不是法定节假日啊。你这有点矫情啊。对，所以如果没记错的话，在你们谈恋爱的4年间，有一次的14号的情人节是在节假日里的，所以他因为在春节里，我记得涵盖了一个春节。可问题是，我说情人节了，不是你过来，他说就觉得我很幼稚、很任性，因为他觉得我没有必要过去的，他觉得我们两个可以接视频。本身经济条件你也知道的。然后我这个人本身话就少，性格有点木，你也应该知道，能理解。其实他还有很多事情，就有时候那种小细节，我要跟他打伞的话，他总是可以让我的半身淋湿，你知道吗？就是你们俩我跟他讲1次2次，他会打过来，但是3次4次，结果呢，他还是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小习惯，走着走着人走开了。对吧？所以你总是在为你的这些自私去找借口，你知道吗？老是说我自私，你怎么不说你来我们那地方的时候，有一次把手机给弄丢了，我给你买一个手机，我也二话没讲。得了吧，我就知道你会讲这事。因为真的，只要我们俩一吵架，他就会拿这件事来跟我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在这4年当中，都是我坐着那个火车，摇着小火车，有时候真的坐得腰酸背痛的。跑过去熬夜，或者是我辛辛苦苦从这边买了特产给他带过去。4年一直是你看他，你计算过？基本上大部分。你计算过这4年你看他多少回吗？我真的没计算过，但每一年差不多也有15、60。最搞笑的是什么？他生病的时候，他跟我说，亲爱的，我就是说可能感冒了，或者是说有点哪点不舒服，现在挺需要你的。然后我跑过去了，可结果呢，我生病的时候呢，他真的就会拿这个工作去挡他的理由，他就会觉得。你喝水就好了。我想说，你水是万能的吗？我经常也是陪你一煲电话粥煲很长时间的。那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在上课，我去跑到那个楼道上跟你一接就是接1个小时，我也从来没有埋怨过。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说亲爱的，你陪一下，我真的心情很差。你说你睡一觉就好了。姑娘，我问一句啊，就是这么不开心，如此之辛苦，怎么就坚持了4年呢？
因为他是我初恋，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也挺好的，所以我想能够给他机会，能够改正过来是最好的。像借钱那事儿吧，怎么又跳到借钱了？因为我俩分手就是因为这事儿，可能就是你们俩分手了。对。那你们今天来干嘛？是，你不想分是吧？就他认为分手了，你觉得还没有，是这意思吗？其实我一开始挺生气的，确实挺生气的。但是后来我觉得，我想想，反正想到一些过往，我都觉得他对我其实挺好的。我确实有的做的不对的。所以你想挽留是吧？那接着说分手吧。为什么分手？借钱。对。他问你借多少钱？2万块钱。那会儿我大学刚毕业，其实我真的也没有。但是我上大学那会儿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让他跟我买车票，基本上我自己买的，我就会去做。发传单啊，或者是说那种促销啊，我会去攒一些钱。其实我真的要咬紧牙关，或者是说我找我爸爸妈妈拿点钱，我是可以拿给他的，因为他当时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和我表哥自己等于是投资了一家那个建材店。7月份，因为就是很多客户的拖欠问题，我这边资金周转非常不灵。是2015年是吧？对，2015年。我想你到现在都还没有明白我为什么不借钱给你吧？那你当时反正。确实，你也应该知道我这个人，我基本上就是说，我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从来不轻易跟人开口。你也觉得？几乎当时我跟所有的朋友还有亲戚能张嘴的，我基本上都张了嘴。我找到你，你应该知道我已经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不借钱给你，我只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够结束这个异地恋的关系，你能够到长沙来，我们俩能够就是说开开心心的、平淡一点的，就是说这样过的小日子挺好的。我就在那个店里面投注了多少心血，你心里应该清楚。那你有理解过我在4年里面为你付出的辛苦吗？先别吵，先问清楚啊。他问你借钱，你没借给他，对，是这意思吧？对。你的想法是通过不借钱这件事儿，把他从安徽逼出来到长沙去，这是你的想法是吗？对。你的有的时候想法就是很幼稚的。我们不说，先不界定啊。他没借给你，你就很生气是吧？当时没有生气，他说话有点过分。他怎么说？他是说我在那边肯定是混不出人样。店里生意怎么样啊？跟他分手2个礼拜之后，我就把店关了，盘出去了。那你现在做什么？我现在在做销售，又干回本行了。所以女生现在在心里面觉得他还是你男朋友吗？其实我现在也不太清楚，因为我觉得这4年当中，我真的也给了他很多机会，希望他能够就是说稍稍的改变一下。我并没有说让他。其实恋爱中是相互尊重的，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对我好一点。刚才你有说到说希望结束异地恋是吧？对。是希望他去长沙，是这意思吗？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合肥跟他一起？因为当时的话，我觉得他在这4年当中都这么自私自利，我在安徽也没有亲人，也没有任何一个朋友，我觉得他不可能会改变。我只是希望他到长沙来之后，如果能够有一个改变，我也到了结婚年纪啊，我觉得可以行了，合适了，我也会愿意跟着他去安徽。理解了。我问你啊，等于现在过了这么2、3个月了，你现在想挽回这段感情是吧？那你愿意去长沙吗？其实这么长时间我也想了，他确实对我挺好的。所以你愿意去是吗？对，不是因为说走投无路了吧？迫不得已了吧？那倒不是，去投奔吧？那不可能。真的。我给了他太多次数机会了，他一直没有改变。我真的到现在我也不敢相信他以后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肯定还是需要想一想。其实说白了就是今天你能够站在他的对面，给他这么一个机会，是因为你心里还没有其他的人，对吧？对。女生处在一个进退两难，4年来的种种让女生觉得心寒，男生又觉得说女生确实对我很好，又遭遇了这么大的人生转折或者困难期。这段情感还能挽救吗？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所有的初恋对我们来讲都是美好的，但是往往有大部分的人，应该说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跟初恋在一起，因为初恋有些时候就会看走眼，我们想要的和现实的就会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说有些时候异地恋从一个侧面来看，它可以衡量谁爱谁更多一点。因为如果我愿意去跟你真的朝思暮想在一起的话，那可能我爱你会更多。但他从来没想过，包括你去看他，包括他其实可以选择到底是在长沙工作还是在合肥工作，他都选择的是以他自己为中心。
所以一个既然以自己为中心的男人，你要让他把你当做中心，有一点难。爱是可以在那个地方的，曾经爱过也在那个地方，但是能不能继续相爱，靠你们自己来决定。男孩，你说句心里话，他不借你那2万块钱，你的店关了；他如果借了你2万块钱，你那个店关还是不关？也是有关。这2万块钱呢？打水漂了吧？所以啊，在某些方面来说，其实这个女孩比你要更成熟。你真的觉得自己具备高高在上的优势吗？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但你是这么做的呀。浪漫的事儿会不会做？主动的事情会不会做？就是自己不愿意去做嘛，对不对？人家分开了，你傻了吧？现在想清楚谁对你好了吧？这女孩好吗？好吧。那今后你们俩想怎么相处呢？你还是在安徽吗？他在长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解决吗？想过。我觉得第一，取决于你们俩能不能在一起。你先客观的认识自己，自己没那么强，别装的那么成熟，别装的自己高高在上的样子。如果你真爱这个女孩，你就多为她着想，多关心她怎么样，先解决是否2个人能在一起。我建议你去长沙，因为安徽反正混的也不好，对吧？去长沙闯荡一下啊，这个有这个女孩在啊，对不对？然后你们俩相处的时候，你一定要多制造一些浪漫，对吧？多关心她，她要的就是这个。所以解决了异地恋的问题，然后再解决你在这个爱情当中相处的这个高度的问题，我觉得你们俩还是可以的。从长沙到上海1100公里，坐硬座14个小时。从长沙到合肥700多公里，坐硬座12个小时。如果按照女生的说法，4年每年15、16次，这4年一共去了60次，往返是120次，乘以1000公里，将近是12万公里，绕地球3圈。数字有的时候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如果你统计起来，你会觉得挺可怕。如果把去过所有的车票摞起来，可能会有厚厚的一扃。如果把所有每一次彼此的付出画成一些定格的画面，你会发现原来对方付出是如此之多。比如这些定格的画面是每一次为了去积攒车票，去打工，去发传单，每一次买特产去看他的时候，抱着踌躇满志浓浓的情谊。在上火车之后，不管是白天或者是黑夜，望着窗外满心的期待，然后到了之后彼此之间的热情相拥。但是这还不算最残忍的，最残忍的是每次见完面之后，要一个人再从安徽或者是上海回到长沙。如果把这些所有的定格画面和数字累积起来，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这么热情地燃烧了4年，但是对方的反应是越来越冷，那么我想任何的付出到最后都会变成绝情。人的性格都有冷漠或者是热烈，但我不管是不善言辞还是木讷，面对于这样的长达4年的付出，这4年几乎涵盖了这个女生大学的整个时代。面对于这样的付出，我相信没有谁会无动于衷。看一个男人看到最关键的时刻，但是一个男人在落寞的时候才想起一个女人的好，这不足为奇，因为无路可退。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在成功的时候才回想起一个女人某某的好，我想那是真正的回忆起了当初对自己付出的点点滴滴。所以我认为这个男生几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彻彻底底的明白，在这4年当中自己的真正的冷漠和对方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细节，只是他现在无路可退。你有多少次的机会可以去长沙跟他共同的创建自己的家？你没有。即便是你在上海混不下去，回到安徽，你也没有选择去长沙。即便是在你的事业出现了危机的时候，你想到的也只是借钱。
而不是从他那儿获得鼓励。所以他有一点评价你，我认为大概是正确的。一个在爱情生活当中不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爱情和分析对方付出的人，也不可能混出一个什么人样。因为你做任何事情没有坚持，没有真心的付出，这是我最看不上你的这一点。我不认为你一定是高高在上，觉得自己有多优秀，你是内心真正的忽视了对方的付出。如果你是真正的感觉到这4年他这对你的付出，而你真心需要弥补的话，你不应该到这里了。你悄悄的去长沙，你悄悄的一个人去感受一下在异地他乡，一个人面对于周遭陌生的环境应该如何去相处，应该默默的去付出，而不是今天到这儿来用一个形式感极强的舞台表现来告诉对方我真的知道还是你好。所以我认为今天你的诚意欠缺，态度也有些虚伪。但我只想告诉女生，女人往往痴情而绝情，痴情的时候可以跑4年，但绝情的时候可能9头牛也拉不回来。男人往往多情而长情，多情很可惜基本上体现在不同的女人，长情往往体现在落寞的时候的藕断丝连。你应该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表现出自己永决绝的真情实意。事实上你是现在还没有别的对象，事实上你是为这4年的付出而不甘，但我未必觉得你现在还爱着这个男人。差不多可以了，就这样。世间有很多事情，错过就是错过了，生意错过，摔倒可以重来。对一个人的爱恋，错过真的只能是错过，留点遗憾吧。遗憾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美丽。时间留给你们自己，黄金60秒。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我走的时候我确实挺生气的，后来想到的都是你当初点点滴滴对我的好。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应该确实挺恨我的，但是我希望不管最后怎么样，希望能原谅我。我想我还是需要一下考虑吧，真的觉得机会已经给了你太多次了，我也不能保证以后我们两个在一起你就会可以，所以我需要想一想。尽量的啊，谢谢2位，回去都慎重的考虑一下吧。啊，男生那个道歉还是挺好的，考虑一下啊。好，请回，谢谢你们。来，请关门。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吧。请开门。药宝师、伊贝师马上回来。请开门。来吧。面对镜头跟人说再见吧。再见。学会改变吧，我觉得这4年没白过，留住那个美好呗。真的好好的跟人说一声感谢，然后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吧。谢谢你这4年一直陪伴着我。好了，加油吧，去吧，谢谢你。在这4年里面，我给了他太多次机会，他改不过来，我觉得他以后也肯定是改不过来的，所以我不太想继续这段感情了。他有他的生活，我也有我的生活。就祝这一对各自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